硅谷真的在 AI 泡沫当中自嗨吗？那经常看到有观众给我们留言说AI 就是硅谷技术圈的自嗨，你们呢生活在自己的 bubble 当中 ，AI 根本就没有改变普通人的生活。有时候其实我自己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啊。这轮 AI 革命发展到如今，到底给中小企业主们带来了什么？到底给生活在硅谷之外的人们带来了什么？正好在9月呢，拉斯维加斯是开了一场名为 Co-Create 的美国中小企业创业大赛，评委呢就包括了美国著名创业电视节目 Shark Tank 的评委 Daymond John 等人，非常的热闹啊。那我们也去到现场逛了逛。那我的好奇点在于呢，硅谷之外的美国民众们是如何看待 AI 的？是否将 AI 用在了他们的工作流还有企业管理当中呢？当我们从硅谷动辄上亿美元挖人、几十亿美元收购、上万亿算力支出的巨头宏大叙事中跳出来，当前的 AI 能力怎么能够去帮中小企业主们省出来几美元、几十美元、几百美元？特别是在如今去全球化和贸易摩擦带来巨大不确定性的时期啊 ，AI 又能如何给所谓的 mom and pop shops 带来确定性呢？那么这期视频呢，就跟我去拉斯维加斯看看吧。首先呢，来看看这次 Co-Create 大赛的获奖者，很有意思哈，我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那这些创业项目和硅谷动不动天使轮就融资几百万、估值上千万美元的项目非常不一样，他们更实际、更接地气，也更垂直。整个大赛的奖金呢是100万美元，是收到了全美25000个创业团队的报名。获得第1名的团队是 Recon Tools 的公司，他们的产品很实际，就是最常用的测量工具和软件。用于家居装修项目和建筑工地采集数据，并且自动整理数据。但是创意点在于，他们的设备只需要按一下按钮就可以自动生成高度精确的尺寸和形状，不需要用户人手记录数据。另外，入选的前10名公司还包括最大限度提高耐用性和抓地力而设计的运动胶带，将废弃的滑雪装备变成时尚且防水的生活挎包，专为女性设计的可调节配重系统的高尔夫球杆，为行动不便或认知障碍的人打造带有隐形磁扣的时尚易穿的服装，用于公共洗手间的婴儿自动消毒尿布更换台等等。那你看啊，这些产品我觉得都是非常的让人种草的，但说实话，这些项目确实很难在硅谷创业公司中见到了。那硅谷的项目都是奔着上亿估值去的，想成为下一个谷歌、Meta 还有特斯拉。但是呢，来到拉斯维加斯的现场，我会觉得这些产品真的是能够解决日常消费者很多痛点的。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中小企业主创新的魅力吧，也是为什么美国 Shark Tank 这种创业电视节目会经久不衰。250,000 for 25%. It's a deal. Wow. That is history. Wow.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very much. Congratulations, you guys. Thank You you guys very did much. 而很巧的是Shark Tank 的明星评委 Daymond John 呢，也是来到了现场。他认为在今天最好的项目要回答3个问题 ：Why me? Why now? And why this? And, whenever you come up with a product or an idea, you have to ask yourself 3 questions. Why me? Why now? And why this? If not, you have a me too product. Very, very tight, concise. Show your passion, why you, and then why it serves a market, and your numbers is always going to be helpful. 那我们在台下坐着看决赛的时候呢，大会主办方就告诉我们，今年的 Co-Create 大赛和往年呢非常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AI 含量特别高。那这并不是说这些中小企业主在研发 AI 相关的产品，而是大家已经开始频繁利用 AI 工具在创新和创业当中了。就是这创业的25000个里边，可能40%吧左右的就是一个人的创业企业，就是他原来不可能具备这么多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请得起这么多专业人员。那今天 AI 可以进来帮助你解决这些专业的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利用全球的供应链去 compete， 就增加你自己的竞争力，提高你自己的 margin。我觉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 AI 越来越会成为他一个 co-founder 的角色。那也是 co-founder 了 ，CEO 还是他。对，最后做决定的还是他，要付钱的还是他。对。对。那这群人里面，大概他们能够去拥抱 AI 的这个比例高，你觉得？从他们的表达意愿上来讲，应该是超过63%的人会讲，在做全球 sourcing 过程中，他愿意用 AI 的能力。那么中小企业主们是如何去拥抱 AI 的 ？AI 如今能为大家解决什么问题？不同行业、不同商业模型都是怎么去看待如今 AI 产品的能力的呢？我们在现场跟很多商家们都深入的聊了聊。
那步入2025年以来呢，随着大模型能力的提升 ，AI 产品开始有一个集中的爆发，那包括 AI agent 能力的突飞猛进。比如说呢，去年我们在讲实用的 AI 工具那一集，与阿里巴巴国际站总裁张阔在连线交流的时候，阿里巴巴 .com 当时刚推出 AI 搜索引擎 Axio， 主打采购工具和流程上的赋能。而在今年 Axio 则是有一个全面的升级，标志着国际贸易 B2B 环节朝着 AI 智能体 Agent 的进化。那 Axio 呢，从 AI 搜索升级成为了 AI Agent， 能干啥呢？简单来说 ，Axio Agent 呢是为了实现国际贸易链条中的自动化率，将产品创意、样品制作、合规检查、供应商筛选等碎片化环节呢整合为连贯的智能化流程。用户呢只需要输入产品概念，那系统就可以生成包括市场洞察、法规指南和设计规范在内的定制化开发方案。那么在后续的过程上 ，Agent 还可以自动执行供应商资质审核、批量询价，还有对比分析，最终呢输出完整的生产准备方案。然后从一个 search engine 到现在一个 AI agent， 产品本身有什么样的迭代？然后你们想要做什么样不一样的事情？我觉得第一个呢，还是技术本身有很大的演进。第一个就是推理能力 reason 能力，第二就是多模态，关于复杂任务的执行。因为我们任何现在你看 Axio 的一个能力，你给它一段描述，它第一件事是要帮你先分解成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复杂的 task， 它可能是帮你去设计一个产品原型，或者是帮你去 sourcing 100个商品，这的每一个工作把它都串行执行下来，还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现在因为有这个能力，有推理的能力，我们可以帮助这个任务的执行可以执行的更长，执行的更精准。第二大类的问题呢也比较关键，就是不能去做一个 ground truth 的 check， 但是你也一样知道这个答案是不是一个好答案。给 ADHD 的小孩设计一套衣服，那这个衣服到底什么样是最好的衣服？其实你是比较难有一个 ground truth check， 说为什么这个 prototype 设计是最好的设计。我们知道第一件事是可以往前再推进一大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多模态，因为多模态也比较好理解啊，因为其实电商本身它就应该是一个多模态的产品。就今天呢，因为有多模态，所以一个人去表达自己的需求也更简单了，就今天表达这件事可能更容易了。第二个呢就是商家原来很多的信息孤岛，它产品的 catalog 呀、自己工厂的能力啊、certificate 其实原来具备这些信息，只不过这些信息是 PDF 图片啊等等散落在各处。所以今天呢有这个多模态能力，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结构化的抽取理解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去看，无论是这种基于 AI 的 agent 的这个复杂任务的执行，还是基于多模态的内容的搜索，也是因为本身技术的演进，再加上呢跨境贸易它具有这种天然的需求，只是原来的技术去满足这种需求满足的并不好。今天我们觉得因为有技术的突破，可以它做得更好。也就是说呢，在过去1年当中，因为有了大模型底座能力上的进步，特别是推理还有多模态这2点，让 B2B 电商特别是国际贸易呢，成为了 AI agent 切入的一个场景。I've always used Alibaba.com to source our manufacturers, and a lot of the time our manufacturer would be able to do a new product we designed or invented. With the can cooler, they don't do that. It's not something that our current manufacturers are capable of. So we needed to find a new manufacturer, which we would have relied on Alibaba.com for anyway. But Axio kind of took it a step further and gave us so much more information we knew nothing about. I know what I don't like about it and some things I want to change, but I didn't know about all the technology that was involved. And Axio came back with a bunch of information about what I needed to be looking for, and also provided manufacturers that would be capable of doing this. 那简单来说呢 ，Axio 的目标是能够让用户们通过一键操作，就可以让中小企业主们通过 AI Agent 向全球经过验证的供应商发送询盘，大大是缩短了从概念构思到供应链建立的周期。我们 AI 给客户做方案的话，大概就是在40分钟到50分钟可以做出来。对，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做到3个小时出图，然后24小时把我们的样品完美的打出来，给到我们的客户。而这样的提效呢，使得中小企业和个体创业者们能够突破传统团队协作的效率瓶颈，这让更多的所谓一人公司 one person company 成为了可能。It's scary trying to open your own business. You always get hung up on the one thing, like, what am I going to sell? That's like the number one thing that people struggle with. And it's very competitive. It's not the same world we live in e-commerce wise than it was 10 years ago. 10 years ago, it was very new. You could, as long as you had a good product and good images, you could sell anything. Now it's a big business. Other people come in, so you have to be really good at what you do.
and it scares people away. And I think AI is able to help people combat that. With my own brands, I use AI to help build copy for our products pages on Amazon, on Shopify, on TikTok Shop. We use it to create images. We use videos like Google VO3. And so there's so many tools out there that the solo operator can now do that didn't exist even 1 or 2 years ago. 阿里巴巴的数据就显示，Excel Agent 功能一上线的30天之内就有150万的用户。大家对 AI 工具的拥抱心态，特别是中小企业主们的积极程度呢，还是蛮震惊到我的。我在跟 Mike 还有 Andrew 聊天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触，因为在我的生活当中，极度会使用 AI 工具的人与完全不使用 AI 工具的人呢，已经是拉开了非常大的差距了。那比如说，我前几天呢是收到了一个与我们合作的00后研究员写的超过5万字的 Anthropic 的稿件啊，这是完全颠覆了传统记者的写作方式。那虽然都是信息收集方面，但他用了几天时间就读完了 Anthropic 发布的所有论文，创始人和主要高管参加的所有公开采访和播客。去 LinkedIn 上呢，他是去扒了上千位员工的这个职位信息还有工作内容，以此呢是梳理出了整个公司非常清晰的框架，并且呢准确度很高。那么这样的一个稿件操作方式呢，是完全的颠覆了传统记者的写作方式，非常的后生可畏啊！甚至呢，我现在编辑稿件的速度完全是赶不上他交稿的速度，感觉呢，我现在是非常需要有一个 AI agent 来帮我编辑稿件了。那当然，这可能是非常极端的一个案例哈，因为这个小伙子呢，真的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会用 AI 产品的年轻人之一了。几乎市面上所有的 AI 产品呢，他都非常的清楚、熟悉，并且善于使用。但是呢，我提这段感触是因为会善于使用 AI 产品的人会更高效的去提升整个行业的效率和生产率。所以呢，在硅谷啊 ，one person unicorn 一个人的独角兽这个词呢非常流行。那大家会认为出现一个人就能够做出10亿美元估值的公司。当然，出了硅谷哈，这个梦想呢会缩小一点点。one person company 一人公司如果成为常态，可能呢也是 AGI 到来的一个标志了。以前经常讨论一个话题，就是 AGI 什么样的标准就是 AGI 嘛？我觉得我自己比较 believe 的一个标准就是，你确实能产生全球10%的 GDP 的增量，那你可能就是 AGI 了，因为你产生了足够大的价值嘛。然后我们看到今年平台上面的订单的大规模的增长，就跟去年比30%的增长，那不是说全球需求突然多出30%，它还是更多的人因为有了技术带来的这个门槛的降低，可以参与到全球贸易里，是吧？它原来可能只能买一笔，是吧？现在可能更多的交易在平台上去依赖全球的供应链完成，就越来越多的这些中小企业能参与到全球贸易里边，它能给全球贸易的整个的形态，我觉得是带来非常大的变化。今天呢，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利用全球供应链去做生意，选择更宽，同时 margin 更大，就自己能做的事情的 scale 更大，就这个一定是能带来一个更宏观的变化。那以上呢，我们说过了国际贸易中的买卖家、创意、样品、合规、采购等等环节。那我们同时看到 AI 在全球支付上也是在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哎，你别说，我终于在拉斯维加斯的展会现场是找到了一家硅谷公司啊，并且呢，这家公司还是 YC 和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 Sam Altman 亲自参与投资的。那简单来说呢 ，Slope 他们想做的事情呢，是用 AI 去做 B2B 融资与支付的一站式平台，用自研模型，他们叫做 Slope Transformer 或者 Slope GPT 去做现金流征信，实现快速审批、额度管理与持续监控预警。那毫无疑问的是啊 ，AI 也正在悄然改变金融规则，能够让中小企业享受到更容易的借贷。Our big learning is like to leverage the data and alternative data sources to underwrite customers who wouldn't be approved by traditional banks and traditional lenders. So what we did is in partnership with OpenAI, we built what we call the Slope Transformer. It's a large language model that's trained on bank data. So we deeply understand the bank transaction data so that we'r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cash flow of a business and we're able to underwrite them based on the health of the cash flow instead of the business credit history. 当然呢 ，AI 还有很多事情是做不了的，比如说这个机器人公司的销售小哥们啊，就特别的傲娇，表示说 AI 肯定替代不了他们的工作。虽然呢，他们已经在工作中深度的去使用 AI 了。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used every day. Obviously, we also use it to write documents on our own, to read specifications, to summarize very long requests for quotation files. So we use them to simplify our lives every day. Yeah.
couldn't replace your job currently, right? Oh no, not yet. No. 那我们可以想象到啊，随着 AI 大模型底座能力的继续增强 ，AI 产品侧也会不断的迭代升级，帮助更多的工作岗位来提高效率。我们相信，随着这个 AI 本身能力的提升，它还是有一个逐步向上的一个空间的。我们现在讲，我们这个在商家侧提供的 agent， 它大概的水平就是80分为限。80分为限的意思就是比80%现在人做的事情要好，但是跟 top 20%的就平台比较尖端的这些比起来，可能还是有点差距。对，就逐步的我们要去拉短这个差距，至少它能达到85%水位线、90%水位线，这是更高的水位线。那所有的人在参与国际贸易第一天，其实你雇佣这些数字化员工就是个非常高水平了。就是我们有越来越多的 agent 去理解这个跨境贸易里边的这些基础的规则，包括供需的要求，包括各个国家的要求，跟更多的这个角色打通吧，无论是银行，包括物流，包括海关啊，包括税务啊等等。就我们觉得每年能做的事情肯定比以前更多。就未来可能一个场景就是确实一个人拿着手机讲一下自己的 idea， 想要做什么事情，或者今天要做什么任务，那整个 AI agent 可以把它这个全套的流程可以管理的非常细腻，并且交付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个很快能看到的事情。总的来说呢，我还是挺开心可以跳出硅谷的 bubble， 去看一下美国其他地区的创业者们都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用什么。那看上去啊 ，B2B 国际贸易的 ChatGPT 时刻，因为 AI agent 技术的进步而已经到来了。如何用技术给到中小企业主带来确定性，将是重要的一步。包括让 AI 解决冗杂的重复性工作，使得参与全球贸易的门槛变低，这会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多国陷入贸易战之际 ，AI 对跨境贸易 B2B 上的赋能，或许将让我们看到一个更加积极的多元化全球贸易趋势。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你们的留言、点赞还有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钱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